路飞连了几个人头之后，一跃成为场上新的 MVP， 被自动列为了最有可能胜出的选手队列中。其中最诡异的果实能力者当属杀手组合凡克兄弟。凡克兄弟的老大凯利是吃了夹克果实的能力者，可以变成夹克，任何人或者动物穿上它都会被它所支配。弟弟波比身强体壮，但胆小而且不好斗。凯利于是化成夹克套在弟弟身上，二人合二为一，瞬间变成格斗机器，制霸全场，将花之国的黑帮八宝水军老布揍了个重伤，直接踢出局。弟弟被秒杀，大哥老蔡当然不能冷眼旁观。作为八宝水军13代栋梁，老蔡的实力可不是盖的。他用手中的大刀扛下了凡克兄弟的出拳，一个劈腿将凡克兄弟狠狠踢在地上。凡克兄弟惨叫一声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路飞已经没有心情打架，只想抢回自己的头盔。紧追赏金猎人仙人掌头不放，在路飞的后面还有像装甲车一样的青椒正在横冲直撞，盯着路飞狂奔，是要让路飞当场粉身碎骨。仙人掌头知道了路飞的真实身份，有意戏弄他，一边跑一边将收集过来的各种武器投掷过去骚扰路飞。不知不觉，仙人掌头已经将全场的武器收集起来，这就是他的作战方式，捡别人的武器再丢出去，如此反复。仙人掌头很得意地看着路飞，好像自己很有把握打赢比赛一样。作为赏金猎人的他，这2年借着路飞的光发了一笔横财，因为路飞大能推进城，释放了许多囚犯，其中仙人掌头已经干掉了几个，赚了一笔钱。他甚至将目标锁定在了伊万科夫、老沙、慎平这些超级罪犯身上，只要将这些人抓获，他就能扬名立万。仙人掌头还是太过年轻，根本认识不清楚这个社会的险恶。他用手中的武器不断地投掷路飞，却连路飞的衣角都碰不到，被路飞一一躲过。而这些武器悉数刺在了一直跟在路飞身后追杀路飞的青椒身上。青椒瞬间暴怒，冲向仙人掌头，将他直接丢出场外，一击 KO。破坏炮拳击哥对一直忙于找头盔的路飞失去兴趣，转身攻击看起来更强大的老蔡。轰的一声爆炸，两人的招式对撞在一起，二人互不相让，不分伯仲，打得难分难解。激烈的对决瞬间点燃了观众们的激情，大家甚至忘记了还有其他选手的存在。路飞戴好了头盔，躲在一边看着这两人的热闹。青椒在不远处一声暴喝：“卡普的孙子，受死吧！”看起来青椒和卡普应该是有一段无法抹去的痛苦回忆。青椒只要看到路飞就恨得牙根痒痒，他对卡普的仇恨就算是杀了卡普本人都解不开，只有将路飞干掉，让卡普尝到失去亲人的滋味，青椒的心里才痛快。路飞开启2档，那就陪你这个老头玩一会儿，反正不管有没有仇，他都要把这个老头打出局，这样自己才能获胜。青椒双手合十，一种逼人的气魄爆发出来。路飞与青椒同时大吼一声，然后向对方冲去。这次打得激烈的老蔡和拳击哥被路飞和青椒一招打飞，二人同时刹住脚，用出武装色霸气，拳头相撞的同时，二人身上的霸王色霸气也随即碰撞在了一起。场上的选手们瞬间全部被震晕，只剩下路飞和青椒2人，就算手中的斗鱼也直接翻白，失去了知觉。这就是王者资质霸王色的对撞。青椒嘲讽道：“你居然能够操控霸王色，你在做着在哪里称王的美梦呢？”路飞直言道：“海贼王。有王者资质的人在新世界海域多如牛毛，数不胜数，就凭你这个小鬼就想当海贼王，简直是笑话。”这位传说级海贼已经隐退的八宝水军第12代栋梁突然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，泪如雨下，主持人和观众都看呆了。青椒哭完了，继续和路飞干架，干了一架又哭了起来，疯疯癫癫的，让人十分困惑。由于擂台上只剩下这2人，观众们看得十分揪心，二人打得十分激烈，真的是难分难解。青椒的绝招就是用头来撞击，但是这招显然对路飞没什么用，路飞用自己的身体就能弹回去。青椒愤恨道：“如果是从前，刚刚那一击就已经 KO 结束比赛了，像路飞这种小鬼根本不在话下。”青椒再次发动攻击，跳过路飞后一头撞过去，路飞抓住青椒的脑袋，将他整个举起来，接着狠狠地砸在地面上。短暂的沉默后，观众台上一阵欢呼。本以为路飞已经取得了胜利，没想到青椒再次爬起身来，浑身因为愤怒而剧烈颤抖。青椒使出绝招，用头撑地，双手合十，原地旋转起来，8出拳，5头回转。青椒像一个巨型陀螺一样向路飞袭来。路飞虽然不知道这个家伙和爷爷有什么冲突，但是为了赢得比赛，也只能全力以赴了。路飞跳起来，用机关枪打了过去，被青椒弹开后，路飞一记工程炮将青椒暂时打退。青椒稍微整顿一下，就继续冲击过来，和路飞纠缠一起。二人各种连招，各种拳脚相加，打得十分焦灼，一时很难分出胜负。这应该当属斗鱼竞技场史上最精彩的战斗之一了。至于青椒为什么如此憎恨卡普，那就要从30年前说起。路飞表示根本没有兴趣听他的故事。青椒回应：“既然你这么想知道，我就告诉你。30年前，青椒还是八宝水军的栋梁，有着锥之青椒的称号。他的头原本是又长又尖，像锥子一样，比任何刀枪斧钺都要锋利。就算是数10米厚的冰层，青椒也能一个头锥将其破开，十分厉害。在一次孤岛寻宝中，青椒遭遇到了海军中将卡普的围剿，二人展开大战。铁拳卡普和锥子头青椒最强的招式碰撞之后，卡普一拳头将青椒头上的锥子怼了回去。
青江的锥子头变成了平头。从此，青江失去了他最得意的武器，名气一落千丈，实力大不如前，只好退居二线，淡出人们的视野。青江从心底里憎恨卡普，并发誓要恨卡普恨到孙子辈，诅咒他一生一世。每每提到这些事情，青江都会潸然泪下，悲痛心起。直到在足球竞技场上碰到了卡普的孙子路飞，青江找回自己的人生目标，干掉路飞，报仇雪恨。这就是宿命的对决，卡普的债当由路飞来偿还。路飞很不服气，爷爷是爷爷，自己是自己，自己必须要得到少少果实，才能成为海贼王。青江嘲讽一笑：“你的实力差太远了。白胡子死后的世界，唯一能让自己看上眼的只有黑胡子地奇。如果路飞只能和现在自己打个平手，干脆别做海贼了，回家种田去吧。”青江再次使用陀螺转，这次路飞给了他一个助攻，把青江转得头晕目眩，都要吐了。路飞奔跑过去，一招硬步枪打在青江肚子上，将青江击飞。青江跳起来，将武装色装在头部，路飞跳上空中，使用了3档武装色。不就是一拳头的债吗？今天还给你！路飞一招雷神相枪，从空中打下巨大拳头，青江从地面跃起，用头部迎接。时隔30年，在一次拳头和脑袋的对撞，激烈的碰撞后，路飞一拳头将青江的头锤打了出来。青江从空中坠下，头锤砸在擂台上，直接将擂台戳成2半。曾经的追之青椒再次回归本位，青江因此从擂台中间的裂缝中掉入水中，失去比赛资格。最终胜利者毫无悬念的就是路飞，全场欢呼。平平无奇的小个子参赛者剑士露西人气大增。看到路飞越来越高的人气，卡文迪许气得浑身发抖。山这和警卫们正在去往玩具之街的路上，路过竞技场时，发现外面布满了海军，看来应该是海军设下了陷阱，打算在比赛结束后将犯罪者们一网打尽。带头的是海军本部中将巴斯。自从多弗朗明哥10年前当上国王以来，这个国家就恪守着2条法律。第一条是全国午夜0点熄灯，任何人不得外出，人类回到人类的家，玩具回到玩具之家，深夜里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外出。第二就是玩队绝对不能进入人类的家，人类也不能进入玩具之家。弗兰奇一头雾水，看上去人类和玩具之间的关系挺融洽的，没想到界限划分的这么明确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些玩具看上去有自我意识，还能说话，简直和生物没有区别。到底是什么样的天才科学家能制造出这样的玩具呢？两人正聊着天，突然在街上看到了一个玩具袭击了一个人类。说起来也不算是袭击，那个玩具大概是疯了，扯着一个人的衣服不放，口中嚷嚷着是我呀，我是你爱人。而那个人类一边挣扎一边尖叫，看样子他根本不认识这个玩具。雷宾看出了弗兰奇的困惑，可以叫过来一条玩具狗给弗兰奇认识。玩具狗告诉弗兰奇自己是一个小女孩的父亲，一个女人的丈夫。但是当雷宾过去和那母女搭话的时候，小女孩却说自己根本没有父亲，女人也不记得自己有什么丈夫。她告诉雷宾自己还没有结过婚。弗兰奇更加困惑了，雷宾趴在弗兰奇的肩膀上，严肃地说：“这个国家充满了被遗忘的人和遗忘他人的人，所有的玩具其实都是人类，是被多放了明哥手下的一个能力者变成了玩具。”弗兰奇惊讶地看着雷宾，那么说来你也是个人类？这时二人已经到达了花田，雷宾带着弗兰奇从秘密入口进入到了花田的底下，这里聚集着反多放了明哥的队伍利库王军。然而放眼望去，全都是小人族，看上去弱的一批。雷宾介绍说，这些就是他的战友们，虽然看上去很小，但是力量比大人族还要大，还能进行高速移动，是非常可靠的战友。弗兰奇突然想到，在餐馆中偷了索隆秋水的人，应该就是他们吧？结果弗兰奇一转头，索隆已经在这里了，正在对着一个投影大屏幕大声嚷嚷。大屏幕中正转播斗牛竞技场的比赛，路飞和青椒打得十分激烈。索隆埋怨道：“路飞这个家伙，这对这种比赛居然不叫我的刀已经蠢蠢欲动了。”索隆，你在这里干嘛？弗兰奇和索隆一个对视，二人都很意外。蓝色妖精催促索隆赶快回船上救同伴，但索隆已经被大屏幕上的比赛吸引了注意力，不肯挪开半步。蓝色妖精大骂：“你果然是个笨蛋吧！”小人族向雷宾报告了侦察部队的情况，特别提到了东南国家来了2位大救星，分别是罗宾兰度和乌索兰度，他们还有伙伴们，这些人是特意来帮助起义军对抗多弗朗明哥的。索隆和弗兰奇听完举了举手：“我们就是那2个家伙的伙伴了。”小人族们瞬间热泪盈眶，实在是太幸运了，没想到居然能够在半路上碰到救星。乔拉派手下驾驶潜艇抓捕桃之助，纳米骑着威棒载着桃之助逃命。乔拉十分得意，看来眼前这2个曹操成员已经是穷途末路了，船都不要了，只管逃命。但是光逃是没用的，他的手下一定会将他们抓回来。这时乔巴和布鲁克看着潜水艇突然冒出来，吓了那些杂兵一跳。等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，眼前的娜美和桃之助也不见了。乔拉气得大叫，结果他突然发现上空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几朵黑色的雷云，一道闪电劈了下来，将乔拉的手下连同他们的潜水艇一起劈翻。那枚手持天后棒从一片迷雾中冒出来，大喝一声：“我们是绝对不会丢下桑尼号的！”桑尼号夺回战开始。乔拉的果实能力虽然不厉害，但是贵在恶心，他能够随心所欲地变化任何物体和人类，将纳米的天后棒变成软软的玩具，将乔拉的蹄子和脚变成脆弱的装饰品，将布鲁克的剑变成奇形怪状的东西。乔拉洋洋得意，这些就是自己精心构思的艺术品。
而在格林比特岛上，罗惨遭明哥和藤虎的双重打击，在丛林中拼命奔跑，光是一个明哥就很难甩掉了，后面还有藤虎在助攻。藤虎利用果实能力将无数的石块触目击飞，攻击躲在丛林里的罗，接着召唤陨石，噼里扑通的在岛上一顿破坏。罗小打电话给娜美，让娜美等人赶来支援，但是电话声拨出去，却根本没有人接起。地下的小人国遭受陨石撞击，摇晃不止。但是多纳达族的人都很兴奋，他们以为这是乌索普的霸气所导致的震动。既然乌索普这么厉害，那么推倒明哥应该不是难事了。乌索普很奇怪，这些小人和偷放了明哥能有什么仇恨？雷欧告诉他，多纳达家族的起义是为了救出困在工厂中的500个同伴，其中还有多纳达家族的公主。这时，一个同伴赶过来报告，宫殿中唐吉诃德家族开始行动了，恐怕是往竞技场方向去了。雷欧一声令下，多纳达家族开始了反击行动。雷欧带着乌索普和罗宾来到多纳达的地下机场，这里停着许多昆虫大军，小人族就是从这里乘坐昆虫飞走的。所有人都准备好后，雷欧下达了出发的指令，小人族倾巢出动，通过格林比特去往德雷斯罗萨的地下通道，向德雷斯罗萨的工厂进攻了。多纳达族的族长突然钻出来，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故事。多纳达族与唐吉诃德家族的仇恨大概可以追溯到900年前。另一边，多放了明哥将罗不断逼入绝境，但罗依靠能力总是能在关键时刻逃脱掉。罗拨通了3级号的电话虫，小巴迅速接起来，恳求罗回到船上去救他们。然而罗此时也是自身难保，还指望娜美等人做后援部队来解救自己呢。罗在电话筒里大吼：“你们的事情先放一放，快把桑尼号开到格林比特，我要把凯撒交给你们。”说完，罗紧急挂了电话。娜美等人听完都懵了，放一放，这话说的简单，现在自己这边根本无法脱身。罗再次追上了逃命的罗，用弹线将他打伤。看着罗充满不甘和绝望的表情，明哥非常痛快。他告诉罗，现在路飞已经被自己放出去的诱饵套牢了，深陷竞技场无法出来，你们的同盟已经结束了，认命吧！我是剑锋君，咱们下期见。